次神州芯片研发的成功，是我们和严氏集团携手共进的辉煌成果。未来，我们必将创造更多奇迹。这次感谢严总的大力支持，你放心，我们新荣一定做好这次项目。徐总谦虚了，你身边有像秦学长这样优秀的男朋友，有他在，我相信我们的项目一定会成功的。严总，您太客气了。秦川在这个项目里不过是个打下手的，真正负责产品的是我们公司的副总张天硕。他。严总，我在国外研发芯片多年，主导过多个项目。这次合作，您尽管放心交给我，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啊，你好，有事情我会联系秦川的，还望张总多多支持。秦川，星辰酒店的包厢订好了吗？别耽误给严总接风。订好了，订好了。严总，这次我们还准备了庆功宴，就在星辰酒店的豪华包厢，想邀请您一同前去。多谢徐总的好意，不过我向来不喜欢热闹，你们玩得尽兴。秦川，我跟天硕一辆车，你自己打车。秦川，明明你才是项目里最关键的技术支柱，你这样一味的倾求付出，真的值得吗？各位同事，为我们的新产品干杯！干杯！接下来玩真心话大冒险，接到特殊卡牌的人可要接受惩罚哦。谁抽到的牌一样啊？新瑶，看来是天意哦。哦！亲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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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一个。既然氛围都到这儿了，亲一个吧。我祝你俩白头到老啊！我跟天硕只是朋友，你能不能别这么敏感啊？你们慢慢玩啊，我就不打扰了。你要去哪？行了，别这么幼稚好不好？动不动就甩脸走人，你能不能成熟点？摆什么臭架子，扫大家兴！要走可以，把这杯酒喝了。秦川，别让大家等你。新瑶，你确定要我喝？你少找借口，你喝这点酒又不会死。磨磨蹭蹭，你到底喝不喝？行，我喝。秦川，你，哎呀，瑶瑶，还管他干嘛呀？这么开心的日子，当然要跟天硕好好喝几杯了。快来，快来，姐妹们，快把氛围搞起来呀！别闹！敲杯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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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杯酒。哎，瑶瑶，你这么做就不怕秦川不要你了吗？新瑶，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了，惹得秦哥不高兴？没事儿，大不了我们买个小礼物补偿他一下就行。放心，我了解，只要我招招手，他就会屁颠屁颠的过来讨好我。来玩，干杯！干杯！继续喝。
兄弟们，都出来陪我喝点。老秦，医生叮嘱你胃溃疡不能将就，你怎么？秦哥，你看你，当年你可是科技界一代顶流，有多少企业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挖你，你却选择了他，这值吗？不提那些。来喝酒，今天喝个痛快，谁都不能拦我，谁拦我，谁都不是兄弟。来，兄弟们敬你一个，来。今天都别跟我客气，服务员，来杯8年拉菲，借我张手。喝酒，来，敬我们的兄弟情。今晚谁都别提那些糟心事儿，喝就完了。来，就这一句话，来，干！来，原来你早就不属于我了，只有我他妈还在这犯贱。徐新阳，既然我的爱已成束缚，那我就放肆。新瑶，5年，整整1800多个人，全他妈是笑话。川哥，你再别喝了，你真的不要命了吗？生日，徐新阳，感谢你让我度过这么难忘的生日。从今天起，不再是个舔狗。石夏，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嘛？今天发布会结束的太急，白天又没要到学长你的联系方式，就只能在这等。那你也不用这么晚在这儿等我呀。而且无功不受禄，这礼物我可不能收，新瑶会误会的。学长，我最近看徐新瑶和张天硕走得挺近，我还以为你们……有些事儿不是我能控制的，只要我不负于他就好了。学长，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吧。不用，就几步路，改天有空我请你吃饭。如果没有徐新瑶的话，你当初会选择我吗？学长，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公司，我相信以你的能力，我们一定能实现我们的梦想的。秦川，新瑶是我的女朋友，我不能扔下她一个人不管。抱歉，石佳。那祝你幸福。喂，严总，您怎么这么晚给我打电话呀？徐总，为了更好的考察项目，我决定在合同里加上一条附加条款。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会在你们公司驻地办公。好嘞，严总，我马上安排人给你收拾办公室。
曾经每一处的甜蜜，没想到，现在却成了最锋利的刀刃，插在了我的胸口。青川，青川，我头疼胀了，你去给我倒杯热水来。青川，青川，你装什么死啊？你快起来！喝成这个样子回来，还指望我像条狗一样上赶着给你端茶倒水，哄你入睡？徐新瑶，你以为你是谁呀？有本事你就永远装死都别起来！殷总，您怎么亲自下厨了？快把那盒蓝莓递给我。您之前可是从来没有下过厨的，今天怎么突然？明天是秦校长的生日，我想让他吃到我亲手做的蛋糕。您这么用心，相信秦先生一定会很喜欢的。徐总大手笔啊，居然请我们吃蜜糖森林的限定款蛋糕。这个牌子我知道，蛋糕都超级好吃。最近项目很辛苦，徐总犒劳大家。对了，今天严总要来，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好。新川，我说严总马上就到了，你还有心思吃蛋糕啊？赶紧把对接方案发我。徐新瑶，看着我被人踩在脚下，你是觉得松不去？严总到新荣集团了。青川，新瑶交代的方案你有没有在用心做啊？公司给你发着工资，你在公司里养，到时候严总来了，我看你怎么办？早说他是绣花针的，仗着徐总的关系混日子啊！现在好了，关键时刻掉链子。就是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他，连个屁都崩不出来，养闲人也不是这么养的呀。怎么，你们新荣集团连员工生日都要羞辱？这种没有人性的公司，我看也没有什么合作的必要。啊，严总误会，我是和川哥开玩笑的啊，都是误会。学长，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巧克力蓝莓蛋糕，尝尝。哟，青川，本事不见长，倒学会挑嘴。怎么，别人准备的蛋糕就好吃啊？啊？徐新瑶，我连个蛋糕都不能吃了吗？你很闲吗？公司让你做的方案你做完了吗？天天就知道在这摸鱼，公司花钱养你，还不如养条狗。徐总，方案固然重要，但秦总的生日一年也只有一次，就算工作再急，也不缺这点吃蛋糕的时间。严总，这是我们新荣集团的内人，你一个外人，手未免是不是太长了吧？秦川，给我滚过来！青川，你要背叛新瑶吗？你聋了吗？秦川，我要你滚过来！够！秦川，这种人根本不值得你为他付出，跟我走。方案没写完就想走？秦川，你还要再忍吗？根本就没把你当人看。徐新瑶，你还有脸让我写方案？
怎么，说你两句就跟我耍起脾气来了是吧？群里都交代工作了，为什么不做？耽误了合作，你承担得起后果吗？什么群文件？我怎么不知道？哦，不好意思呀，我忘记拉他进群了。没进群这是理由吗？你长了张嘴就知道吃饭，有工作不会自己去问。是啊，秦哥，你手下的人不通知你，你自己的事你也自己操心啊。张天硕，你少在那装。够了，秦川，明明是你自己的问题，却去埋怨天硕。最讨厌你这副没有担当的样子。秦哥，你要是有气，你就打我一顿，你可千万别怪新瑶啊。怎么，你还真的想动我？别冲动，这种人不值得得手。秦川，你真的要背叛新瑶吗？松手！天硕，你没事吧？新瑶，你别怪秦哥，秦哥他肯定不是故意的。秦川，我给你脸了是吧？秦川，我给你脸了是吧？天硕不过指点你工作两句，你就跟疯狗一样打他。我看你是在新荣待得太舒服，都忘记自己是什么货色。徐总，贵公司若是容不下人才，我严氏集团十分欢迎秦学长加入。严总，你这是在扶贫吗？就这个废物，你确定要拿回去当个宝？好啊，既然严总这么看重这个废物，我无所谓的。不过，你得看他愿不愿意离开我。别忘了是谁给了你现在的勇气。秦川，别说我没给你机会，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你跟他走，永远别再回来；要么乖乖的回去把方案给我改好。这才对呢。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从今往后，我跟你新荣集团再无瓜葛。秦川，你这个废物，你敢忤逆我！徐新瑶，你以为我还会任你摆布吗？秦川，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你真是攀上了高枝翅膀硬了是吧？你别忘了是谁给了你现在的一切。徐总，你还是担心一下项目的进度，毕竟离交付时间只剩下1周了。不就是一个破芯片方案吗？没了他秦川，我们还有天硕。秦川离了我们新荣，就是一条丧家犬。没错，我可是在国外主导过100亿级的项目，恐怕这次严总要押错宝了。初夏，跟这种人没必要浪费时间，我们走。秦川，你真以为严世夏看得上你？他不过是拿你当跳板恶心我。徐总，你还是担心下你自己吧。项目延期的违约金，不知道新荣集团能不能付得起。哦，对了，上次给新荣垫的300万研发经费，记得打我上手。你居然在写新荣集团的方案？做事嘛，有始有终。何况你和新荣集团签了合同，真要延期了，严氏集团会损失不少。原来是为了我呀！
我还以为你对徐新瑶余情未了。怎么可能？那作为欢迎新员工的见面礼，今晚请你吃饭，地方随便挑。这可是你说的，那就别在路边摊打发我了。走。你看这个吃里扒外的混蛋！天硕，现在项目的方案怎么办？新瑶放心吧，我已经请到了云端峰会最顶尖的科研专家，有他在，没意外。云端峰会？没错，云端峰会可是全球最顶尖的科研芯片组织，尤其是他们的会长是全球企业最渴望得到的顶尖人才，而我的学长王博更是这个科研组织的核心成员之一。哦，相比秦川，如何？秦川？什么玩意儿？在我们云端峰会面前，那种小蝼蚁不过是底层的垃圾吧。行，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学长王博，他是芯片领域的顶级专家。哎，专家谈不上，只不过是小有名气罢了。我早听天硕说，徐小姐美貌无双，年轻有为，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王先生，我们公司现在确实面临困境，急需人才。只要你能帮我们解决芯片方面的难题，我一定给你最好的待遇，而且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天硕说的没错，果然是个胸大无脑的女人。徐小姐，您太客气了。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信任的。新瑶放心吧，有王学长在，我们一定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我提议今晚去喝一杯，咱们庆祝一下。那先说好，我酒量可不好。这不有我了吗？天硕，怎么了？没事，可能是因为最近公司的事太忙了，没休息好。这段时间辛苦你。没事，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工作再忙也要注意休息。哦，对了，有一份文件忘了找你签字。天硕，公司有你，我就放心了。新瑶，未来我一定全力辅佐你，陪你走向人生巅峰。新瑶，新瑶，我扶你去房间休息。当年你总说等项目成功之后就请我吃大餐，可是每次约好之后，都是因为徐新瑶而放我鸽子。现在醒悟的还不算晚吧？那既然醒悟了，就得好好讲功。项目策划方案，我明天要看到。这么压榨新员工，这叫物尽其用。
秦川，别走。秦川，别走。石夏，你喝多了，早点休息。成了。徐新瑶，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不过不再是因为爱。秦川，我徐新瑶真是看错，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卑鄙小人！徐新瑶，你发什么疯？这是不是你干的？你到底要干嘛？你吼什么吼啊？新瑶跟你这种小人这么多年，我都替他恶心。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你少再来给我装无辜！除了你，谁会把我跟天硕的照片发到公司的社媒上？天啊，那照片我看了，可劲爆了！秦川真干得出来。我看不像，秦哥的为人我知道，他应该干不出那种小动作。那可说不准，说不定是报复呢。以前在新荣就没少被许新阳当狗使唤，现在翻身了，不得好好发发怨气啊！秦川，就算你嫉妒我和新瑶，也不该用这种下作的手段。你到底是不是人啊？你俩爱怎么折腾是你的私事，别把脏水往我身上泼。我犯得着跟不相干的人浪费时间吗？你放屁！除了你还会有谁？够了！徐新瑶、张天硕，你们自己的破事自己去解决。要是再敢污蔑秦川，我不介意让律师解决。你还有，与其有时间在这里纠缠这些破事，倒不如好好想想，和我们合作的方案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提交？别到时候合作出了问题，你们哭都没地方哭。严世夏，你少在这给我装腔作势，不就是一个破方案吗？我肯定会给你的。没错。我们只不过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其他项目上，不然的话，一个方案分分钟够。是吗？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到底谁能想得更好。别把他们说的话放在心上，清者自清。一个跟我没关系的人，我怎么会在意？徐新瑶，我们的情分也就到这儿。方案提交时间只剩下1天了，为什么到现在拿不出一个像样的方案？徐总，这个，你不是自称芯片专家吗？到现在拿不出方案，那我发东西来请你干嘛？徐总，我也想尽快提出方案呀，可我手底下那帮员工水平太差了，我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没法20时完成啊。什么？你们都是废物吗？公司养你们吃闲饭的，一个方案给我做不出来！徐总，我们已经很努力，最近几天都是熬夜通宵在工作。努力有什么用？我要的是结果。之前的芯片方案都是秦哥一手主导，我们跟着辅助就好。可现在，够了！自己废物就是自己废物，别给我找其他借口。你这么说就有点过分了吧？秦哥在的时候，项目可从来没出现过这种问题。你闭嘴！
你被开除了，现在就给我滚蛋！好，我走。我心荣不养废物，干不了的随时滚蛋！心瑶，监控拍到了证据，秦川那家伙昨晚偷偷溜进你的办公室。什么？他进我办公室干什么？这就是昨晚的监控，他在你的办公室整整待了5分钟啊！他这么晚进我办公室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肯定是憋着坏想害咱。你仔细想想帖子发布的时间，这个人简直是丧心病狂，得不到你就想毁了你。心瑶，过去的5年，你和这种人渣在一起，我真为你感到不值啊！果然是他，之前真是瞎了眼。公司的事儿交给你，立刻招人重新做方案，必须把秦川留下来的烂摊子收拾干净。请徐总放心，我在国外认识很多高手，只要他们一到位，项目立马进入正轨。好，这一块就交给你了。老天助我呀！我还正想着怎么安排人手把公司架空呢，这蠢女人自己把机会送过来了。走，现在去找那个混蛋算账，必须让他付出代价。好，这次我看他还怎么交代。我下班了，让你。怎么这么着急走？想畏罪潜逃啊？好狗不挡道。装什么清高？之前看你那副委屈的模样，我差点以为自己真的误会了你，没想到你背地里是这种敢做不敢当的废物。还想跑叛徒，故意损坏公司核心文件，你比跑掉啊！秦川，你还敢打人？对付贱人，有时候动手比动嘴更有用。严师夏，你少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们的方案已经完成了。哦，那可太好了，项目完成，我们就能离开你这个破地方。你们这对狗男女演的一手好戏啊！删了我的核心数据，说走就想走，无理取闹，我问心无愧。那这是什么？仅凭一个不完整的视频就能妄下结论，徐新瑶，你就是个蠢货，简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严师夏，你什么意思？你给我说清楚。秦川昨晚是进了你的办公室不假，因为他是给你送芯片方案去。你说什么？他怎么会？心瑶，你千万别被他骗了。现在秦川是他的人，当然会帮他开脱。再说了，送方案非得大晚上吧？谁信呀？是啊，就算是送文件，也该白天送。大晚上偷偷摸摸的，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秦川，你现在已经不是公司的人，你怎么可能为公司好？会鬼的吧？秦川，我真是瞎了眼，竟然之前那么相信你。你确实瞎了，瞎在把真心当成心肝肺，瞎在分不清是非曲直。徐新瑶，随便你，你有恨我的权利，但是我告诉你，我秦川说了没做的事就是没做，总有一天，你会为今天所作所为后悔。哦，对了，徐新瑶，我还没和你说分手吧？现在正式通知你，我们结束了。感谢大家今天能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参加我们与雷氏集团的项目交付会。接下来将让我们秦总为大家展示芯片方案。这款芯片呢，采用的是最新的纳米制程技术，其运算速度比同类产品提升了70%，功耗呢也降低了32%，且在每一个环节都受到了严格的质量保护。我们的初次报告中显示，
首批良品率达到了98.6%，且我们有信心在量产过程中保持这一水准。好，我对你们这款芯片十分满意。我们雷氏集团正好要准备开展智能驾驶的业务，需要更先进的芯片技术。在此，我代表雷氏投资10个亿，希望我们能够有后续的更好合作。严总，秦先生，我李家也愿意与贵公司完成合作。我也是，我也要追加投资，这么好的机会可不能再错过。对，我也是。合作？他严氏集团怕是没这个机会。徐新瑶，你来干嘛？我今天来就是要让在座的各位看清你的真面目。徐小姐，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雷总，您被他们骗了，这款芯片的所有专利都属于我们新荣集团。这不可能吧？雷总，神州芯片是我们新荣集团多年以来的专利技术，包括现在各位看到的芯片方案，也都是我们公司设计的成果。雷总，这是神州芯片的专利证书，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专利人是我们徐总的名字。严总，我需要你给我做出一个解释。雷总，秦川才是这款芯片的主要研发者，而且我们跟新荣是够了，专利文件上写的清清楚楚，这是法律认可的事实。你们未经我的允许就擅自使用，这是赤裸裸的侵权。雷总，我们是有过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侵犯了他的专利。我们公司有自己独立的研发团队和完整的研发流程。你们说的所谓的合作是什么意思啊？雷总，我们之前是和新荣集团有过商业上的合作，但那只是正常合作。正常合作？你们还有脸说？合作期间利用我们的技术资料伪装成自己的研发成果，欺骗投资人，这个就是不折不扣的商业欺诈。如果你们严氏集团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我看这个合作也没有必要进行了。裴总，芯片专利是属于秦川的，只不过被徐新瑶抢走了，您不能。可笑！神州芯片的核心技术是我新荣集团花了大量的资源去研发的，他秦川不过是凑巧沾了点光，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们现在的方案都是基于秦川留下的技术框架组，要是没有秦川的核心技术调试，功能根本无法保持稳定。严世夏，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我堂堂新荣集团人才济济，用得着用这个废物留下来的框架去做吗？没错，我们早就物色到了真正的人才。雷总，这位就是我们新来的技术总监，是芯片领域的专家。雷总，您好。鄙人王博是云端峰会的核心成员。你说的是，就是那个聚集了全球最顶尖芯片人才的云端峰会？没错，并且鄙人还有幸和会长一起讨论过芯片问题。就你跟会长讨论问题？当然，像你这种底层垃圾，一辈子都爬不到我这样的高度。这云端峰会的成员，个个都是行业精英呢。那位会长更是被誉为全球芯片领域的佼佼者，能和会长大人当面交流，这个王博必然是能力超群呢。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新荣集团就更胜一筹。雷总，好了，不必多说了，我已经决定和新荣集团合作。秦川，我说过，我要让你永远翻不了身，这就是背叛我的价值。告辞。徐新瑶，趁雷总现在没有走远，我劝你赶紧追上去，把单子取消。这10个亿的项目，你新荣集团吃不下。然后呢？交给你，秦川。你要是现在跪下来对我摇尾乞怜，我说不定还能赏你口饭吃，让你去新荣死厕所。你的芯片方案现阶段尚未完成，如果出了问题，你想过后果没有？危言耸听，徐总您放心，有什么问题全面由我来承担。
看到了吗，秦川？离开了你，我新荣可以说是蒸蒸日上。言尽于此，你们自求多福吧。自求多福，事到如今还在嘴。你们都看到了，我新荣集团拿下了和雷氏的合作，且拥有现在最先进的技术。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谁若当场撕毁和严氏的合作，我徐新瑶不但既往不咎，还给分一杯羹的资产。严总，抱歉，对不起了。你们识时务者为俊杰，严世霞，你错就错在把一个废物当成个宝。时夏，不过是一笔订单罢了，让给他，1个月后自然见分晓。好，秦川，我看你这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能装多久？有你跪下求我的时候。秦川，为了实现我们当初的梦想，打破芯片封锁，撑起龙芯脊梁，我现在正式向你发出邀请，将投资你开一家新的公司，属于我们2个人的公司。时夏，我已经加入你的公司了，你不用为了我而改变什么的。放心吧，我自己公司那边已经安排妥当了。你还记得你当初说过的，总有一天会让我龙国芯片震惊世界吗？这次我想和你一起实现它。学长，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公司，我相信以你的能力，我们一定能实现我们的梦想。时夏，我答应你。太好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实现当初的愿望。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新荣那边有你这几年的心血，已经奠定了芯片产业的基础，而且徐新瑶已经摆明了要和我们死磕到底。放心，他们只是拥有神州芯片的初步框架，距离成品还差得远。我们的目标是1个月后的科技大会，用来展示我们新研发的神州2代芯片。秦哥，徐新瑶找的那个王博把我们都开了，我们想投奔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接纳我们？当然愿意了，我们这边啊正愁没人呢。现在场地有，人员也有，设备也定了，就差个名字了。起个名字吧，秦总。就叫魏明吧。希望我们走的每一步都能让龙国芯片的未来充满光芒。魏明，这个名字好。从今天起，我们就向着那道光，一路闯到底。哎呀，别玩了，徐总马上过来检查呢。表哥，你慌什么？上次他查岗，你不拿秦川的4年前的旧数据糊弄过去？你还是表弟你本事大，带我们啊轻松挣大钱。你们也不看看我是谁？徐总，王哥，现在咱们的芯片测试还是很不稳定，明天就要交工了，得赶紧想办法。马上解决。请徐总放心啊。尊敬的会长大佬，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龙国的神州芯片性能测试，是他。我给我消息了。会长回我消息了，哈哈哈哈！芯片问题解决了。
原本新荣集团神州芯片的性能测试已经接连失败了3次，后来那个王博竟然研发出了一套神州芯片弊端的解决方案，一下子把问题全解决了。看来那个人确实挺有本事的。那个方案啊，我知道，他们只是解决了表面问题而已。你怎么知道？哦，放心，一切尽在掌握中。好，太好了。你这个阴险的家伙，幸亏徐星瑶眼光不行。时间紧迫，我还得加班呢。哦，那好好工作啊，请走。大家辛苦了，等项目结束，奖励大家带薪休假。你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没错，跟着秦哥干，我们一定不会输的。大功告成了。各位，搭载了我司神州芯片的汽车，无论是技术还是性能，在全球领域上都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我敢打赌，目前市面上没有哪家公司的技术能够和我们相比。这款芯片的理念和创新之处，确实无人能及。没想到在国内竟然有人能制造出如此顶尖的高端芯片，真是我龙国之骄傲啊！智能科技是全世界未来的发展潮流，我们新荣集团必将不断攀登，勇往直前，创造出性能更强、材料更节能的智慧芯片，为我龙国争光，让全世界为之震惊。所以呢，请各位投资人、老板不要吝啬对我们的支持。就怕你做的没你说的好听啊！一个废物也敢出言不逊。秦川，上次项目交付的时候，你被我实力吊打，怎么今天来科技大会是想重蹈覆辙、自取其辱吗？就凭你，也配？事实证明，有些废物自己做不出技术，就只会泼脏水。徐新瑶，我再提醒你一次，你们依据神州芯片框架做出来的产品，虽然表面数据没有任何异常，可一旦实战运行，便会原形毕露。可笑，我们的智能驾驶已经经过多方验证，无一出现意外。你确定吗？秦川，你这样只会让我更加看不起你。去，展示一下这颗芯片的制架技术，让这个废物长长见识。同时，也让在场的各位都亲眼目睹一下咱们新荣的实力。徐总，这个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大家都等着呢。该不会是不敢吧？谁说我不敢了？那还不赶紧安排？看到了吗，废物？这就是实力。这是操作失误，我马上去调查，马上调查。大家稍安勿躁，这只是一次意外，我们新荣的芯片技术绝对没有问题。失误？我早就提醒过你，芯片还有问题，往后问题只会越来越多。废物，你给我闭嘴！这只是一次意外，我们的制架技术不但经过了多次验证，而且已经交付给雷氏集团第一批订单了，现在正在公司庆典上大放异彩。你疯了，许新瑶！
雷氏集团业务涉及全球，这次一旦失利，后果你承担得起吗？秦川，你少在这危言耸听了，问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徐总，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是刚刚那工作人员没有仔细核对数据导致的失误。听到了吗，废物？你所认为的重大问题，王哥随手就能解决。徐新瑶，神州芯片毕竟是我的心血，我实在不愿意看到它被如此造假。我劝你立刻召回交付给雷氏企业的芯片，重新优化框架，否则闭嘴！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对新瑶指手画脚？好言难劝该死鬼，等他们大祸临头的时候，就自然知道疼。笑话，我新荣集团。喂，星瑶，怎么了？雷氏集团公司庆典上，我们的芯片失控了。什么？雷氏集团周年庆典突发事故，智能驾驶车辆失控，撞伤3名观众。徐新瑶，我5000万投资就买了个撞车的新闻，你们不是说芯片前有领先吗？领先也还是用。当初秦总在先入时，哪里会出现这样的事儿？本来以为这徐新瑶能够一鸣惊人，没想到拉了头大的，幸好我没投资。都给我闭嘴！不过是一次事故而已，我们新荣集团会做好善后的。善后？你看看，新荣股价已经跌破发行价了。行，这，给我上！雷总，都是误会，我是无辜的呀。这混账！我们整个雷氏集团都沦为了笑柄，而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雷总息怒，那批芯片的问题我们的确有责任，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解决问题，不然您就算是给我打死也没有用啊。解决问题？好，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否则不单是你们整个公司都得陪葬。听到没有？赶紧给雷总想办法啊！我快点啊！你不是认识云端峰会的会长吗？你要是解决不了，就赶紧给他打电话帮你啊！对，找会长，他肯定有办法解决问题。直接打电话。打电话。奇怪，愣着干什么？接着打呀！肯定是碰巧他的电话响了而已。对，这个肯定是巧合。喂，你好。通了，打通了。会长您好，是我。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你真的是会长？如假包换。没想到真的见到真人了。徐新瑶有眼无珠啊，亲自逼走了秦川这样的科技大佬。不可能！秦川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是什么会长？一定是你打错了。给我重新核对号码，接着给我打！混账！你还有完没完？会长先生就在眼前，容不得你造次。我不信，我不信！你不是说你认识会长吗？你不是说你们一起讨论过问题吗？为什么会这样？徐新瑶，你还没醒吗？他根本就不是云端峰会的成员。徐总，虽然我的身份是造假了，但是我对新荣集团的付出那可是全心全意的。对，最后的方案是秦川给我的，他肯定是故意的，故意给了我们一个有问题的芯片。你说什么？最后的方案是他这个废物给的？对。徐新瑶，
秦川曾经多次给过你们机会，可是你们不中用。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卑鄙，都用这种手段，你还有没有良心？我才不屑于使用那些卑劣的手段。我给的方案是对的，你们不会用而已。混账东西！你真当我不存在吗？秦先生，上次的事情我真是有眼无珠啊，还请您原谅。怎么可能？那什么破会长，地位这么高？你们新荣集团这次让我们雷氏企业颜面尽失，简直是该死！不可能！我认识秦川这么多年，他什么德行我一清二楚。有本事就让他把成果亮出来给大家看看。行，那就让你们看看差距。搭载了我们神舟2代芯片的汽车，可以在复杂的路况下穿梭，精准的躲避障碍物，流畅的转弯，甚至可以在极端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平稳的行驶。这才是真正的智能驾驶，太厉害了，太不可思议了，这太牛了，简直就是未来科技，太棒了，这简直就是自动驾驶的革命啊！懂了吗？这才是真正的智能驾驶技术。这技术真的是秦川发明的？这怎么可能？这个芯片的功能也太强了吧！远超我们的技术啊！你还有脸说？徐新瑶，现在看到差距了吗？还不赶紧道歉！这次就算你成功了，也是靠我们新荣集团打下的基础。但凡你还有半点人性，就应该主动来帮我们，而不是让我们主动来求你。真是不知廉耻！秦先生的成就是靠自己的实力，不是靠别人的扶持。徐新瑶，你这是在颠倒是非。秦先生，您的这款芯片正是我们雷氏企业所需要的，您看能否再给我们一次合作的机会？您似乎还有事情要做。这事没完，把他们几个先给我拖下去！秦川，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住嘴！你个逆女！小秦啊，新闻我已经看到了，千错万错都是信瑶的错，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放他一马啊？您这是何必呢？我已经不是新荣集团的人了。新荣集团倾注了我一生的心血，我真的不忍心看他就此毁掉。何况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小青啊，就当我求求你了，你就看在往日的情分上，饶他一马吧。阿姨，您这是何必呢？说起来，这都怪我从小对他太过纵容，才让他酿成如此大祸。你要怪就怪我吧。秦川，只要以后徐新瑶不再主动招惹是非，这一次我们就原谅他。可以。雷先生，咱们可以继续合作。至于他们，赔偿完他们所需要承担的损失之后，就饶他们一次吧。好，既然秦先生发话了，那这个面子我一定会给。把他们松开。秦先生，感谢您答应和我们继续合作。至于合同的具体细节，我会让我的秘书和你对接。公司还有会议，我就先走了。好，我们走。秦川，多谢你的体谅。还愣着干什么呀？还不赶紧向秦川道谢！徐新瑶，到了最后，还不是要靠秦川救？秦川，你今天不过只是运气好而已，少在这给我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这次算是我栽了，但总有一天我会让你跪在我面前认错。徐新瑶，我看你才是真正的白眼狼。你给我闭嘴！自从把公司交给你管理之后，你简直让我丢尽了脸面。从今天起，我将重新执掌新荣。妈，你要为了这个废物撤我的职？这里没一说话的份儿。带着你的人，给我有多远滚多远。我们走。小青啊，你放心，
回去之后我一定好好的责罚他，给你一个交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阿姨想求你帮忙。如今信荣的股价崩盘，又要面临巨额的赔偿。小秦啊，我知道卫明科技的芯片技术发达，你看能不能给信荣一个合作的机会啊？否则信荣真的撑不下去了。小秦啊，虽然你和信瑶已经分开了，但毕竟有5年的感情，何况信荣的技术框架是你一手搭建出来的，你俩都真的忍心看他破产吗？小秦啊，只要你答应帮助，让信荣度过此次难关，我愿意把信荣的芯片技术数据和技术专利转让给你。阿姨，您这是？这些都是你熬夜画的设计图，是你带着团队跑断腿谈的供应商，只有在你的手里才能发光。我年纪大了，信瑶终究不是做大事的人。一言为定，我们替信荣偿还债务，重建技术线。您现在就可以签署转让协议。这些数据都是你多年以来的心血，不应该被他们埋没。至于合作，反正多他们一个也不多。星瑶，这次就算秦川那个废物运气好，多大点事儿，何必那么生气嘛？还不是你介绍的这个废物，不但害到我丢脸，新荣集团也要完了。徐总，如果不是秦川他耍阴招，咱们也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是，都怪那个贱人的错。哦，秦川，你这个狗东西，今天我受的耻辱，一定要让你百倍奉还。徐总，不好了，老夫人出车祸，正在医院抢救。怎么回事？人现在怎么样？医院刚刚结束手术，医生说手术很成功，老夫人没有性命之忧，只是还陷入昏迷之中。星瑶，你不觉得这一次是天赐良机吗？你什么意思？医生刚不是说了吗？老夫人已经没有了生命之忧，而且静养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也就是说，公司的决策权依旧在你手上。我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既能让我们名声大噪，又能彻底毁掉秦川那个废物。可秦川现在这么风光，你确定能扳倒他？当然。什么办法？咱们公司之前有很多员工去了他那边，而且都是研发部门。好，就这么办。天硕，关键时候还是你脑子转得快。放心，这一次我会全程盯着，一定不会放过秦川那个废物。天硕，你最近电话很多啊，在忙什么呢？电话是在帮你拉投资嘛。你也知道咱们资金链紧张，我得替你分担压力啊。天硕，谢谢你，多亏有你在。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先去趟洗手间，回来咱们商量细节。是在帮你拉投资嘛。你也知道咱们资金链紧张，我得替你分担压力啊。天硕，谢谢你，多亏有你在。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先去趟洗手间，回来咱们商量细节。不是说了上班别给我打电话吗？少废话，那笔钱什么时候还？上周说的3天后，现在已经第5天了。快了，我正在给你想办法。成了，我一次性还清。我就再给你1周，不然你在境外洗钱的记录……别！我一周就可以凑齐。工作再忙，
也得注意休息啊。好，那我就休息会儿。你知道吗？以前我总以为我们的路会走得很平坦，没想到会这么坎坷。是啊，那些日子真不容易。不过现在想想，也正是因为这些磨难，才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那个时候我还在想，你是不是有点傻？是啊，那个时候我也在想，你是不是太骄傲了？秦川，如果没有你，我可能还在原地踏步。小傻瓜，我也是，是你让我变得更加强大，也懂得珍惜彼此。秦川，如果没有你，我可能还在原地踏步。小傻瓜，我也是，是你让我变得更加强大，也懂得珍惜彼此。今天我们秦总可是大发神威，不仅彻底奠定了新公司的基础，还一举挫败了新荣集团的嚣张气焰。说吧，你想要什么奖励？你能给我什么奖励？钱、房子之类的，你好像都不缺。要不把我奖励给你怎么样？秦川，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哎，魏军，你怎么上楼？哈，秦总，我等个快递。你怎么流这么多汗啊？没事，就是有点热。我拿完东西就上楼。有什么困难呢，就跟公司提，别自己硬扛啊。哎。到手了，这就是卫明科技最新一代的天书芯片设计原稿。只要我们按照计划制造一批完全克制它的芯片，到时候秦川一定会把我们再次踩在脚下。没错。可生产线至少需要1个亿的启动资金，现在公司账上……新瑶，我最近一直在找关系，认识了一个国外的大佬，专做科研行业的投资，要不要见一面？好啊，快让他过来。徐总你好，很高兴见到你。我和千硕呢是朋友，他跟我说了你们的情况，我可以借给你们钱。那真是太感谢您了。没关系，这都是小意思。那合同呢？我能不能先看一下？谢瑶，大家都是自己人，有什么好看的？难道我会害你啊？怎么会呢？我当然相信你。秦先生，没想到你们新公司的执行能力这么强，交付时间竟然提前了10天，真是太令人意外了。雷总，在整个龙国，论起芯片技术，没有人比我们更专业。雷总，经过现场勘验，芯片测试一切正常，所有数值均优于合同标准。好，既然合作如此顺利，我决定在原有订单的基础上，订单量再增加3倍。感谢雷总信任，魏明必定不负所托。大家听到了没有？
接下来加紧干，未来会有更多更大的订单等着我们。我宣布，从今天起，所有人的薪资翻倍。笑了，你们的好日子马上要到头了。秦川，我早就说过，一定要让你跪在我面前忏悔。现在时候到了。秦川，我早就说过，一定要让你跪在我面前忏悔。现在时候到了。徐新瑶，上次我们放你们一马，给了你们新荣集团一次机会，这次你竟然还敢来捣乱！给我们机会，就凭你们也配？上次是你们用下三滥的手段侥幸赢一场罢了。徐新瑶，你今天来到底想干嘛？秦川，我说过，背叛我的人一定要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徐新瑶，你还有没有良心？良心？我呸！今天我来就是要毁掉你们的交付大会。徐新瑶，你是上次摔得不够惨是吗？雷总，我想跟您再谈一次合作。找死！上一次要不是秦先生向我求情，你以为你还能站在这儿蹦跶吗？雷总，大家都是生意人，先别生气，听我把话说完。雷总，这是我们针对他们的芯片特定研发的天玑芯片，各个方面对他们的芯片都有着绝对的克制。您看看这能效比，再看看这成本。试问，如果我们用这批芯片跟他人合作，那到时候这样的商业损失，您承受得住吗？这样的商业损失，您承受得住吗？徐新瑶，你少在这故弄玄虚。我们这次的芯片是由秦川亲自研发的最新型绝密技术，是你们想针对就能针对的吗？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什么狗屁新型技术都是垃圾，我们只需稍用手段便随手可破。雷总，这事儿您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这，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您可以现场测试，无论怎么测试，我们都接受。雷总，秦先生，雷总，生意场上利益至上，这点道理你应该比我们更明白吧？秦川，事已至此，你还是认输吧。只要你现在乖乖的把工资交出来，我还能放你一条生路，否则你就只能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你就那么确定吃定我？不然呢？你引以为傲的芯片，在我们眼里不过是废铁一堆，我看你还能掀起什么水花来？行啊，那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雷总，如果我们的芯片被全面克制，我甘拜下风，无偿把我的订单以及收益全部让给徐新瑶。秦川，既然我说了，我的芯片是全球最强，那就来证明一下，我所言非虚。装，继续装，待会儿我就看看你是怎么哭出来。去，让他们看看差距。秦川，很快你就要被打脸了。今天，我要让在场所有人都知道，背叛我是不会有好下场。徐新瑶啊，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失败了，你们的下场会如何？事到如今还在嘴硬，今天我一定要毁了你。我等着。不见棺材不落泪。雷总，如果您愿意重新跟我们新荣集团合作，那么首批订单我们愿意无偿交付。不急，等结果出来再说。等多久都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我们的芯片功能忽然全部失效，不出3秒便脱离了我们的控制。你说什么？怎么会这样？
我不是已经给你他们最新的技术了吗？你照着抄的做不好吗？哼，贼不打自招，你们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哼，贼不打自招，你们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你说什么？你以为你们那些下三滥的破事我能不知道？告诉你们，你们收买的事我早就知道了。秦川，什么收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收买了咱们研发部的员工，想要针对芯片进行反制手段。我得知之后便偷偷解决了问题，假装没发生。进。秦总，你们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能做出这么下作的事？诽谤，这是赤裸裸的诽谤。就他们的破芯片技术，我们轻而易举的就可以破解。证人现在就在现场，还在狡辩。你们利用我母亲卧病在床，要挟我盗取机密，简直不是个东西！你放屁！秦川，你随便找个人就说被我收买，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是，说不定是你被公司裁了之后心生怨恨，故意来栽赃陷害我们的。我这儿有录音。徐新瑶，欠我的高利贷该还了，明天不打钱，你公司就归我了。什么高利贷？别给我打骚扰电话！幸亏秦先生早有防备，不然我又差点被你这个贱人给骗了。不怪你，只能说他们的手段层出不穷。不过这一次，他们真的玩过了。秦川，你还有脸说我有手段？你先是勾搭上了严世香，现在又拿到了新公司，你才是最有心机的人。我曾经私下找过秦川多次，想让他来帮我，可他都明确拒绝。是你一次次的打压他，才把他逼到了我面前。你少装清高，都该死！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新瑶，我们解释？你们以为我真的怕你们？像你们这群人，我早就都看透了。徐新瑶，接受现实吧。想让我认输？做梦！都给我进来！秦川，今天不管用什么手段，我都要你彻底不能翻身。徐新瑶，你这是犯罪，你会后悔的！闭嘴！给我动手！我看谁敢！妈的，谁是徐新瑶？欠了老子10个亿，还敢挂电话，换地位了是吧？哟，雷总，您怎么在这儿？原本是过来谈合作的，没想到半路被这个疯女人大闹了一场，出了乱子。你来这儿是要债？信荣集团那位徐总在我这借了1个亿高利贷，这都逾期好几天了。妈的，谁是徐新瑶？出来！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放屁！合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还能冤枉你不成？新瑶，大家都是自己人，有什么好看的？难道我会害你啊？怎么会呢？我当然相信你。这合同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他是你朋友吗？你说呀！踢开！你推我？我推你怎么了？我实话告诉你吧，我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你的钱，现在你没有任何价值。是这样的，天硕，踢开！徐新瑶，你还不明白吗？他从头到尾都是在骗你。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他回国根本不是因为，而是因为逃债。我没工夫理你们这些破事儿，来人，把他们全都带走！哎，二位，
告辞。这场闹剧总算是结束了。这件婚纱好像很适合你，要不然试一下？秦一先生现在眼光不错嘛。那个女人是谁？滚！你没看我有正事吗？走。张天硕，你个王八蛋！你想要把我肚子搞大，你还把我的公司赔光，现在你天天给我找小三，你还是个人吗？你是个人吗？起开！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又老又丑，你配吗？走。秦川，秦川，秦川，张天硕他就是个王八蛋，他欺骗我的感情，他还把我的公司拿去还了赌债，现在还天天找小三。秦川，秦川，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我们现在就结婚，我以后好好跟你过日子，好不好？啊！徐新瑶，你别做梦了。徐新瑶，你还真有脸说出这话。你不知道对待前任最好的方式，就是当他已经死了吗？而且张天硕刚才有句话说的挺对，你配吗？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徐新瑶，好马不吃回头草。不过张天硕这个混蛋，我实在看不惯他，我可以帮你一次，让他不再拈花惹草。真的吗？你真的愿意帮我吗1周前，我向警方提供了张天硕在公司私自挪用公款以及诱奸女下属的证据。刚刚确认，罪名成立。张天硕，你已经被逮捕了。你们干什么？你们干嘛抓我呀？秦川，这个贱人，等我出狱了，我绝不放过你。走。这样，你男人就不能再找小三了。你总是这么心软。时夏，谢谢你一直以来陪着我，直到现在，我才算真正放下你。不过有件事儿，我想了很久很久。你愿意陪我共度一生吗？那我可得好好考虑考虑。那你再考虑考虑。哎，还不快给我带上！